开始。首先我们调试这个产品，最开始我们先把机器归零，点屏幕上回零按键，等待旋转轴回零，回零之后再去调试。好，回零完成。首先我们要把产品的尺寸给调整好，产品尺寸调整好之后，靠住一边。比如说调整好之后，我们靠住一边，靠住一个挡边，靠近挡边，然后开始画我们的这个图形。然后我们这个模式需要用到功能界面，我们要改为静态感应画胶。看一下，有个静态感应画胶，是这个模式之后，我们点到手动界面，手动界面这里有一个20，这20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从前到后开始感应，感应之后皮壳走到尾2公分的位置它停住，就是开始画胶。我们这里调个20之后，我们点那个盒子离开至画胶位置，皮壳就会往前流，光电感应开始计算，走完产品之后2公分它就会停住。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画胶的位置。首先我们画这个图案要用到编辑界面，然后指令呢我们要选择平面轨迹这里面的图标去完成这个图形的编辑和那个画法。我们点击平面轨迹开始。好，这时候我们点手动调试，移动箭头移到我们的第一个位置去，点击前后左右移动枪头。对准我们第一个点位之后，对准我们这里的开始的瓶口的第一个点位之后，然后我们写入升降 Z 起点 X 和起点 Y， 写完之后我们点击添加。注意啊，我们的枪头一定不能紧贴产品，要留有大概1公分的高度。好，这时候我们去找我们的第2个点位。然后我们往下走是垂直的，我们这个是平面直线点2，我们找到平面直线点，这里面有个平面直线点，点击，然后点手动调试往右移，移到我们的第2个点的点坐标位置的时候，然后我们写入坐标。写入完成之后，我们添加进去。好，然后我们第3个这个圆弧形，我们就要添加平面圆弧了。我们点击平面圆弧点。好，我们取这个圆弧点这个弧度的中心位置为平面圆弧的中点，点手动调试，移到圆弧的中心位置。好，移动到位之后，我们写入终点 XY， 然后圆弧点之后，我们给它移到圆弧点的末端点，就是我们这整段圆弧的末端点的位置，找到它，对准它。对准之后，我们写入终点位，写入完成之后，我们添加圆弧点之后，我们从这里下来，我们这条线是竖线，是直线，我们找平面直线点，去指令这里添加平面直线点，然后我们移到我们的第4个点位，
第4个点位平面直线点，点手动调试，往右移动。对准我们平面的第4个点位之后，然后我们同样的写入终点 xy， 然后写入完成之后，我们添加平面直线点就添加完了。然后我们这一段整体的圆弧形，这个圆弧我们因为它是不标准的圆弧，所以说我们给它分为2段圆弧去找。我们第一段圆弧找平顶的这个位置，第二段找这里。好，我们先找这段圆弧，然后以它取为2个圆弧，点手动调试，我点那个指令操作，我们有个平面圆弧点，再点击，然后我们以这一段圆弧为一段圆弧取中的位置，然后写入我们的终点位。好，我们按手动调试对准位置。对准位置之后，我们写入终点。好，终点我们找到之后，然后我们要对准这段圆弧的末端点。末端点我们去点手动调试，接着找。同样找到之后，找到这个终端点之后，我们同样的写入末端点的参数，然后添加。好，这段圆弧找完之后，我们再找这一段圆弧，我们以这一段圆弧为准，然后去找这个圆弧的中间点。同样的指令，我们切换指令，添加完成之后点指令，选圆弧点，找到这段圆弧的中间点位，手动调试，移动位置。找到位置之后，我们同样的添加平面圆弧点，这个点的平面圆弧点，写入终点，然后我们枪头对准这个末端点，圆弧平顶的最下面这个末端点，我们同样的，然后找到之后添加终点。找到之后，我们同样的写入终点位，写入之后添加，添加之后我们从这段圆弧出发，过来是一条直线。我们同样的找到指令，我们用平面直线点，找到之后我们把枪头移到我们的对面这个位置去。对准位置之后，我们写入参数，写入之后，我们正常的一样的添加，添加之后，我们就画这一段圆弧了。同样的，跟左边一样，我们这一段圆弧也是以2段为主，就是说拆分成2段，这里为一段，这里为一段。好，我们找到这一段圆弧的中间点位，我们找指令，平面圆弧点，好，手动调试。移动枪头，找到之后，我们记入中间点的终点位。然后我们找这段圆弧的末端点的位置，同样找到之后写入终点位。
找到之后，我们记入终点位，写入之后同样添加。好，我们下一段也是圆弧，就说我们也是圆弧，我们同样的找指令位置，平面圆弧点，同样的以这段圆弧开始的中间的位置找到之后，记住参数。对准位置之后，我们同样的记入终点位。记入终点位之后，我们同样的找到我们的瓶颈口的位置，记入原点的圆弧的终点，手动调试。找到之后，我们同样的记住终点位。记住之后，我们同样的添加。添加完成之后，我们从这里到这里是一条直线，我们同样的直线的话，我们找指令画面，平面直线点，找到，手动调试，往左移动，移动到我们的瓶颈的第10号点坐标去。找到对应的位置之后，我们同样的写入 x、y 数据，写入完成之后，添加。添加完成之后，我们这里同样的从这里过来也是一个小圆弧，那我们这段点坐标，同样添加平面圆弧点过来。好。指令平面圆弧点，手动调试，找到我们的圆弧的终点位。暂停啊，直接关了。对准圆弧的终点之后，我们同样的写入终点坐标。好，然后我们去对准我们这个圆弧的边缘这位置，第11号点，一样的点击移动，手动画面移动，移动到我们的圆弧的末端点。移动到之后，我们同样的写入终点位，添加。好，那我们从11号点这里出发到12号点，这也是一条直线。那我们就选择指令画面，平面直线点，同样的点手动调试，往左移动，移动到我们的第12号点位去。移动到位以后，我们同样的写入坐标点，写入之后同样添加。添加完成之后，我们从12号点出发，回到我们的1号点是13号点，也是条直线。我们选择指令平面直线，同样的手动调试，移动到我们的第13号位置往前走。对准位置之后，同样写入平面直线点，写入之后添加。添加之后呢，然后我们再次选择指令，然后平面轨迹结束，点一下，它会填出一个空白界面，我们再次给它添加一下，然后我们这个图形就已经调整完成了。然后我们点击自动画面，然后我们选择自动周期循环，我们回零，机器就开始回零。
好，我们就可以放一个产品，画一个测试一下。好，启动设备。它走完设备2厘米的位置之后，它就可以开始化胶。好，那我们这个图形调整就已经完成了。如果胶水胶量偏大严重，那我们就适当调节胶机上面的气泵压力，调整我们的气泵压力，让气泵压力变小一点就可以了，胶水就会化得比较细一点。这是我们这个图形的编辑方法。